企业进行碳抵换的3大理由。嗨，我是清慧博士，用大白话来帮你厘清复杂的碳权知识。所谓的碳抵换呢，就是企业花钱买自愿性减量额度 VER 款的碳权塑身衣，又称为碳信用，把自己变瘦或者是看起来纤细又美丽的行为本身。这些自愿性碳权 VER 款的塑身衣呢，可以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森林绿碳、海洋蓝碳、土壤黄碳，或者是人工的碳捕捉、封存等等的低碳和负碳技术。所以呢，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企业可以用买碳权的这个方式，用钱来鼓励这些低碳、负碳技术的发展。毕竟这些自愿性减量的 VER 的技术很多都还在萌芽跟转大人的阶段，很需要钱来帮忙养这些自愿性 VER 的宝宝们。所以企业愿意花钱购买自愿性 VER 碳权来做碳抵换的话，就是最好的可以鼓励这些低碳负碳技术的宝宝们可以活着长大的最好方式。但是呢，对企业而言，它为什么要买自愿性碳权来做碳抵换呢？有3大理由。1. 增加企业的低碳、绿色、环保、永续的优质形象。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企业买了自愿性碳权后还要开记者会的原因，这就是一个公关，是一个行销啊。2. 符合国际绿色供应链或国际倡议的需求。现在有很多国际大公司都宣布他们要2050、2040、2030全球供应链达到净零碳中和。像苹果大大就很豪气的说，他要在2030年达成全球供应链净零。2050呢，达成100%的再生能源，俗称 RE100 哦。如果呢你不想要被踢出苹果供应链的，就只能选择乖乖跟上。所以台积电现在其实是哑巴吃黄连，也只能苦笑着从善如流的加入 RE100 的这些国际倡议，被承诺要净零和达成100%再生能源的目标。3. 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或气候法部分的要求。不过环境影响评估现在要求是要做台湾在地的抵换，那气候法的可抵换比例还在政策研拟中，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至于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说做碳抵换可以帮助企业减碳，那其实是屁话。因为其实你买碳权，其实你就只有买别人的成果，只有账面上看起来好看，但是实际上你连1克的碳都没有减少啊。但是既然国际上还是同意让企业可以用碳抵换来达到碳中和的目的，我自己是碳权卖家，那我也是乐见其成咯。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也欢迎来跟我咨询国际碳权的业务啊。如果你想要持续了解更多碳权的知识，就请一定要订阅我们这个频道。若是还有任何对碳权的疑惑，也欢迎到我们盖亚律师塾的脸书社团找清慧博士解惑哦。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清慧博士，我们下个影片见，嘿，拜拜。